就首先的话，占星它是人生地图，就是你的星体落在哪个宫位，然后落在哪个星座，它可能都会显现出你的一些天赋，就是异于常人的一些部分，又或者说是。像塔罗牌，它可能算的东西可能会细一点，就比如说你面临两个工作之间的选择，你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哪一个，或者是之后的路，会就是这两条路走下去分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可以用那个塔罗牌。对，这两个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我理解的是，占星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方向更大一些的，然后大概去了解一下我是属于哪一种天赋，哪一种类型，然后可以选择一个行业。然后塔罗的话可能更具体一些，然后可以去比如说我们咨询的更详细一些，具体我们可能选择哪一个职位或者哪一家公司，是这样的感觉吗？对，是的，是的，因为占星的话，它其实有一点像就是中国这边的八字呀，然后那个紫微斗数呀，它其实是命理学，只不过说就是西方的现代占星的话，会偏向于心理学，就是探索人的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包括人的情绪是如何产生的，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它探讨的是这个方向的问题。然后塔罗的话，它探讨的其实就是一些具体的事例，就比如说，就是我和这个男生分手了，我和他之后还有没有就是继续下去的可能，或者是对方现在是什么想法？就塔罗牌算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它是属于占卜。就是塔罗是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工具性的，可以算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可能性，给出很具体的一些参考建议，是这样对吧？是的，是的。然后占星它是一种偏向命理学的，更多的是让我们去了解自己，更加深入的去探索自己。对对对。明白，这个我们相当于也是上了一课啊，学习到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没有没有，因为这个都是蛮热门的。你说。对对，而且就是刚刚胡桃就是说到了，就是有一些关于感情导向、感情走向的，那么一些占卜。这个我一开始是一直都是觉得，就是像这种外在的，就是关于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就是你去求职，或者说去求学历，求一段好的姻缘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仿佛是控制不到的，我们就是通过自己那个灵性的提升，似乎是只能控制自己，就是更加自律，然后自己内心的平静，只能向内求。心态上面的一些提升，就是对，是的。但是就是在读了凡四训之后，我发现真的是也是有办法能够求来外在的那个福田，福就是福气的福，田就是心田的田，就是相当于可以通过有一些操作来接通到了这个宇宙的能量场，最后来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不就是求工作、求姻缘，这两个是对人性对我们最重要的那些事情。对，是的。对，就是说，我想问胡桃，你是怎么去看待这种，比如说改命啊，或者说剧本的这种改写呀？就是整体上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首先就是我这个人还是蛮分裂的，就如果说，你现在是我的学员，我可能会告诉你，就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如果说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其实还是蛮信命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就是不得不去相信。就好比就是我是一个群星12宫的人，我所有的个人行星都被冲了，然后除了金星还好一点之外，我基本上所有的个人行星都被刑克，而且我的月亮很受损。就是这些话翻译成就是大白话，对，就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像屎一样的原生家庭和像屎一样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剧本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是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你要分两段去看吧，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问题放到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去看的话，不算是特别离谱的那种，就是其实算很常见的。
但是可能就是我个人对于这种负面情绪的消化或者是理解是不太行的，不太 OK 的。就是我非常的敏感，但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能意识到它，我能看见我的创伤，我就可以去改变它。就像为什么我会就是在我当时入情感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满24岁、23岁这样子吧，就是其实也就刚出社会1年多的时间，我可能就要选择这条道路继续深耕下去。就是因为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这些伤痛，而且我的这个灵性还是蛮高的，我能看见，我能感受到，就说明我能去共情别人。所以群星12宫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奥义，就是我一定要走修行这条路。而且我一定会是从事身心灵这个行业，因为12宫是消融宫，消融宫是有很深重的业力的，就是医院、监狱，或者是慈善，就包括身心灵都是在这个宫位里面的。就很多群星12宫的人，如果不是精神方面的治疗师，可能就会是医院里面的监护人员，或者是那个监狱里面的狱警啊，又或者是可能也会犯了什么事情，然后关到监狱里面。对，明白，它是个业力非常深的宫。你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就是说，首先你对于占卜命运这方面的价值观是比较分裂的，你对于他人是可能不是很强求，会觉得说你其实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但是你对于自己的话，就是你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可能说后天去改变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是相信它的一些定数的性的东西。然后你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些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生的境遇一些困难。然后我感觉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就会可能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就是至少我了解了我的生命我的整个的课题是什么，我能不能解决它先另说，至少我知道了我有这个东西，我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我们能减少对于这种事情的恐惧感，因为可能比较未知的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更加强烈的，因为它是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之后，它的确定性能多一些，然后我们相对来说安全感可能会好一点。是的，而且我会把这些可能会当做是一个指引吧。就你说我现在如果说除了身心灵这一块，我还能去干什么呢？其实我也不想去干什么。就是他可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对，接受命运的安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我们去算命也好或者了解自己也好，其实更多的是想去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面对人生，而不是说我们了解了之后，我们要更加的恐惧，或者说去抱怨人生。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去了解命运了解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你的那个星盘还是具体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对大家很有好处的。是的，至少说你知道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觉得特别好奇特别想了解一下。那群星12宫它还有什么宫啊？就是能不能大概给我们科普一下？科普一下可以，就是1宫是自我宫就是关于自我的议题。比如说1宫就是落在狮子座，然后比如说太阳落在1宫，并且太阳在狮子座的人，他会极度自我，因为他对于自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定义是比较，我也不能说他是就是比较清晰吧，就是因为狮子本来就是很骄傲的一个生物，然后太阳又是属于就是所有星体里面最耀眼的那个存在，但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个人意志。所以说1宫如果说太阳在1宫并且落狮子座的话，你说这个人其实是有点极度自我的。当然就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可能是要根据其他的一些星体还有其他的一些相位然后再去分析。就是1宫是关于自我的这个议题，然后扯得有点远哈。2宫是那个财帛宫。我打断一下，就是1宫就是每一宫它有自己的一个属性，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就是
这个东西解释起来其实有点费劲，因为我天文学学的不是很好，就是我自己可能知道，但我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一宫，它是一宫是哪个落座，然后里面的星体有什么，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它有一些什么共性的东西吗？就为什么它称之为一宫呢？一宫就是固定的，就是每个12宫的，就是这个宫位的属性它是确定的。一宫就是自我宫，所有人的一宫都是自我宫。好，那我记一下啊，一宫是自我宫，学习一下。对，可以。然后2宫是财帛宫，然后它也是正财宫。是财富的意思吗？对。然后3宫是交流宫，包括兄弟宫、姐妹宫都是3宫，交流学习宫。交流就人际关系有关的是吧？对。其实11宫才是那个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这个是更指交流，对，沟通。3宫的话，其实小时候的学习情况也可以通过3宫反映。那这个就是体系非常复杂，咱们只能说是很简概的去讲一下这个。对，就是看你要从哪个维度去分析，然后看是什么问题。明白了。对。然后4宫是家庭宫，也叫田宅宫，就包括父亲、母亲，然后家里的不动产都可以通过4宫来看到。哇，家庭宫。那5宫呢？5宫是娱乐宫，恋爱桃花这是5宫。每一个的范畴都是挺广泛的这种的。对，非常广。爱情。我记得就是前面不是说有一些通过塔罗占星来预测感情走向，然后之前你举过一个例子，你说有一些女性啊，有一些职业它是专门那种吸渣体质，就是容易吸到渣男的，就比如说什么像教师、医生、公务员那样子，就是在就是主流社会的那种价值观里面是那种乖乖女的，她很容易吸到渣男。那个能不能就是有些具体的例子？这个不好举，因为占星是这样的，占星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它能看你的原生家庭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乖乖女吸渣呢？就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就是教她乖呀。教她乖，然后大概率父亲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男性的形象，母亲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性的形象，就要教她比较矜持。然后这种女性的话，其实跟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吧。就是我们中国现代社会其实很割裂，女性是要自由的，是要自主权的，是要活出自我的，这个就是女性的议题。但是很多男性他其实还是很传统，就包括我的同龄男性，他可能都很传统，可能恋爱不管他们是怎么谈的，不管他们就是身边的女孩多不多，一提到结婚，他就是还是很传统的那个观念，要看女生，比如说是否做家务呀，这样那样的，是否贤惠啊？对，贤惠。其实我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贤惠是一个贬义词，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我身上就是用到贤惠这个词。但是好巧不巧，就是一些可能家庭教育比较传统的女孩子，她们从小就被要求你要贤惠。所以很多男生就是选择他们的原因就是合适，然后婚后就是这样那样的。当然这个就是后面的话题了，因为我现在也开始在接就是女性的婚姻单，基本上男性就是来访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需求，各种各样的性格，但是反而女性来访者还是他们的类型反正还是蛮单一的一个类型，反正至少我接的是这样。因为我感觉就传统而言的话，女性找对象好像就跟男性找工作一样，这算是他职业或者说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但是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候或者说传统社会吧，
就是基本上男性是挣钱养家的，然后所有的职业都是适合男性的。可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女性的收入也并不比男性低很多呀，而且女性她也可以独当一面。然后你居然经济地位还是就是决定了那个话语权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女性还是非常的，首先经济上是可以独立的，甚至说你在欧洲这边很多的政治家、总统、总理啊，很多都是女性，甚至说公司的一些领导也都是女性，所以传统的有一些观念也许是不太适用的。然后是的，你要说传统的话，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22岁的时候，我跟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女孩子去约会，她是就是印度的那种婆罗门，就最高种姓的那个家庭嘛。然后跟她出去的时候，她都只是说可以跟我吃午餐，但是不能吃晚餐。她说她爸爸有规定，让她晚上6点钟之前必须得回家。然后我觉得这确实是有边界感的女生，值得那种就是很传统的。但是后来就是相当于托她去给我帮忙嘛，然后她也做了很尽心尽力的。不过后来她说她还是忘不了她之前就是谈的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是反正就是后来去印度空军去服役去了。就是那么说，你要知道，所有的人哈，不管男性女性，如果是说他知道那个女生，或者说那个男生啊，他把你当成他前任的替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理滋味你都是很不好受的，对吧？是的，这其实和社会大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社会的集体价值观会束缚或者说影响非常多人的那种自我的价值观。那其实很多人是宁愿服从于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就是不太敢活出自我的。然后我还是想继续把咱们这几个宫先说完。对，好，OK， 我们刚刚讲到第6宫是吧？对，这是第5宫讲完，第5宫是恋爱就是娱乐。就是有很多明星的第5宫是很强的，因为娱乐这个行业就是娱乐嘛，娱乐业嘛，对吧？然后很多就是长得好看的女明星，基本上金星可能都会在第5宫，因为金星代表艺术，然后审美，就是这种就是很美的这种美的体验的，都是由金星代表的。对，所以很多漂亮的女明星，金星落天秤座，然后又在第5宫，那就是非常有当明星的潜力。当然还要就是结合其他的星象去看吧。好，对，然后第6宫就是工作宫。你说。第7宫就是你刚刚提到了明星嘛，但是你有没有观察过，就基本上所有的明星，国内的国外的也好，很多都是就是一生有好几段婚姻，有好多段婚姻的，不管男明星女明星都有。这个是有什么那个说法吗？有一定关系，但是这么说吧，每个人他其实都会有几段婚运，就是像我同事的婚运就是就是100年之内好像有3次婚运吧，就是这个不一定说代表他一定要和这个人一定要结婚，或者是一定要恋爱，就是代表他在这段时间比较容易遇到那个人。但至于就是说会不会结婚，会不会走下去，这个就是事在人为。但是基本上就是婚姻顺不顺是能通过那个本命盘就是看出来的。明白然后我们讲到的是第6宫工作。对，工作，对，第10宫代表事业，第6宫代表工作。工作就是苦力，就是它其实是奴仆宫，奴仆宫就是有很多第6宫很强的，就基本上就是工作狂，但是他不见得他事业的那个发展的会有多好，他只是可能工作很忙，然后很喜欢工作而已。然后工作的环境啊，职场的环境啊，然后包括人际关系啊，就你周围的人呐，包括领导啊，其实都能通过第6宫看出来。然后第7宫的话是1对1的亲密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婚姻宫，婚姻宫，然后恋爱、婚姻。都可以，就是从那个第7宫里面看出来，包括正缘也可以从第7宫看。
那什么是正缘？正缘，这正缘这个定义就是很模糊，就是中国对正缘的定义可能更偏向于就是你一生当中最合适的那个人，就是或者是你就是能和他结婚的那个人。哦，就不是比较短暂的那种的。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占星是西方的体系，按西方的价值观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你一生当中深爱的那个人，就是对你吸引力最强的那个人。明白了。对，所以这个我还在，就是我还在学，因为很多概念上面的东西就是中西方是不太一样的。对，而且要结合很多实际的案例啊，到时候去分析，然后最后可能会更加精确的去了解这些定义。对对对，是的。然后对，第7宫过的是第8宫，第8宫的话是个暗宫，它其实是极恶宫，就包括疾病啊，然后就是包括一些资源呐，都可以通过第8宫看出来。但是第8宫它其实还有更就是也不是更深一层，它有其他的含义，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就比如说你要邀请一个人来你家里做客，然后第7宫的话可以就把就是可以把它看作是你家的客厅，但是第8宫就可能是你的卧室了，它可能对应的是一些更深入的1对1的交流，就包括别人的资源，包括自己的一些隐私小秘密，对，都可以通过第8宫看。明白。8宫过的是9宫，9宫是迁移宫。迁移宫，对，迁移就是到外地去发展，对，移民，对，尤其是国外的一些求学经历啊，包括你说的移民啊，就是都能看到，就是或者说到异地去，也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也可以，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其实很好奇这个迁移的定义，因为从占星书籍上来看的话，它代表的是远途的旅游，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远途的旅游是多远，因为在我的定义里面，比如说四川跟西安也不是很远。就可能就离开自己的城市吧，我觉得至少得是这样的。对对对，但是它远途的旅行，哎呦，这个我是真的不太清楚它的这个定性。出门反正它代表的是肯定不算。对，这个肯定不是。但是很多就是就像很多国外留子的盘，就尤其是像豫州应该是我应该看过你的盘哈，我好像有跟你说过，你的9宫是很强的，就是你这辈子注定你要出国。哎，我刚他的9宫是很强的，对，就是肯是不是这个宫肯定是有一些说法的。对对对，就是9宫很强的人，一般就是都会有出国深造呀，这种机会。然后尤其像玄学啊、神秘学啊，其实对，神秘学、玄学，其实第8宫也能看得出来。第9宫如果强的话，也可以在国外接触一些就是身心灵这方面的东西，反正是有这么个说法。因为肯这么多的留学的经历啊，海外的经历，我就觉得他这个迁移的这个宫第9宫肯定是异于常人的。对，他的太阳是在第10宫，然后其他的忘了，月亮好像是在第9宫吧。就他的9宫很强，好像是有3颗星体在9宫，算是蛮强的。这也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极大的勾起了。可是你又说我爱情运空空。是啊。但是有这么个说法，因为如果说你就比如我是个群星12宫的人，我的爱情运其实也不能说空吧，只能说非常的坎坷。而且像明星，因为如果说他武功特别强的话，你想吧，就是你一共就只有这么个星体，如果说你的全部的星体都落在了某个宫位，那你势必会就是会有一些宫是空的。对对，一会儿能帮我算一下吗？可以。但是仅供娱乐啊，我有点半吊子。明白，娱乐就挺好的，我觉得也别算太准了，我受不了。行的。就是我记得胡桃他在我回爱尔兰之前嘛，就帮我算的，然后现在再过了3个月再来看的话，有70%都应验了。应验的就是我们通过塔罗牌来抽嘛，因为塔罗牌上面有一些画儿，
就是他，因为我们平常是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呢，你有一些经历，有一些情感情绪，你不好用文字来说出来。但是塔罗牌的话，它直接一幅画啊，有几个人在一起，然后他通过漫画的形式把有一些你比较隐晦的一些情感给它放大了嘛，然后那样子就相当于是一种很好的辅助的工具来表达我们的情感。对，我家里也有一套塔罗牌，几年前买的，然后一直是怀有敬畏心去对待这个事物，然后今天缘分给我安排了一位导师，然后我觉得挺好的。塔罗牌其实还蛮好玩的，塔罗牌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聊聊塔罗牌，真挺好玩的这个东西。好，对 ，OK， 我们就接着把那个宫位说完嘛。对。OK， 9宫过了就是10宫，10宫是事业宫，就是你事业到底发展的如何，它的上限是什么？就是下限看那个6宫，上限就看10宫。上限看10宫，然后下限看6宫啊。对。好。上限的话，包括发展的怎么样啊，会不会被人坑，然后重心在哪里，都可以通过10宫看。会从事什么样的就是行业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那种方向哈。对，事业其实蛮抽象的。明白。对，你下次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发一个截图过来？因为这东西如果有一个图像的话，我们看的会更加直观一点。我可以把它剪到视频里面去。可以，我待会儿发给你们。这个东西它是个圆盘，因为我现在我怕我退出去之后，我用的小程序，我怕我退出去之后它就。然后就是前面不就是说到了爱情事业吗？我就想到了王菲。什么？稍等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对于命运、对于玄学的，就是当下年轻人的见解。好的，这个我真的只能说是分享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各个方面其实都不是那么精通。对，就是想到什么就是聊聊什么就可以了。对，我们就像聊天。访谈的这种故事会的形式就很好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嘛，就是会面临到之前我们在学校的那种象牙塔的环境和社会的这种现实，就是理想情怀与现实的这种矛盾。所以慢慢的，大家都越来越的相信玄学，然后也相信一些命运，相信占星。是的，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嘛，就是可能。还有30秒啊，那我们重新开一期吧。好吧，那预知后事如何，塔罗牌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且听胡桃老师的下回分解。好，可以。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